学习周易几乎离不开算卦。易传说以卜时者上其占，但是作为学习研究的算卦，和你在街角或者公园角落里遇到的算卦摊子不同。从古到今，任何一项高雅博奥的学问或者技术，一旦落入民间，必定要被民间的实用主义、功利主义等过一遍筛子。而这样被实用主义筛过之后，一切都变味了。这就是一种异化过程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熟知的了凡四训。为了对抗古之以来君相司命制度下的命定说，明代袁了凡将命定说和人的自由意志结合起来，从一个全新的角度，用佛家的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模式重新统一起来，这就是术数学中的造命说。命而可造，你想想，这种学说在民间该有多么大的市场吧？但是袁了凡的这一高雅理论，在落入民间社会后，却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一个被简化、工具化，甚至庸俗化的异化过程。所谓异化，指的是造命说原本旨在提升个人道德境界和精神自由的初衷，在实践中反而演变成了追求世俗利益、巩固命运焦虑的新工具。首先就是从立命到改运，核心目标被偷换了。袁了凡的本意是什么呢？在了凡四训中，造命的核心是立命，也就是建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和命运观。它的核心路径是通过改过加积善加谦德，这是一个持续的内向的道德修养过程。核心是改变自己，结果是命运的自然改善，就是所谓的福自我求。这里的福包含了内心的安宁、家庭的和谐、社会的尊重等更广义的福祉。那么民间是如何简化的呢？在传播中，复杂的道德修养过程被简化为一种功德交换机制，行善不再是目的，而是变成了换取具体可见物质性的回报，比如升官、发财、生子、去病等筹码。立命的宏大命题被窄化为改运的技术操作。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而是我捐多少钱，放生多少条鱼，才能换来一个晋升的名额。人们把每一次的行善都寄托了一个明确的功利回报目标。今天行善，今天放生，明天就期待神迹降临。其次，从心性到术数，实践路径也被外化了。袁了凡的本意是改造命运的根本力量在于心，也就是内在的觉悟和持久的道德实践。它是儒家修身与佛家修心的结合。民间却是这样简化的，内在的心性功夫因为其难以量化，见效慢，逐渐被边缘化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外在的仪式化的改运术。例如风水改运，通过调整住宅、办公室的布局来催财催官；符咒改运，佩戴或者书写特定的符咒，以求达到特定的目的；放生改运，将放生视为一种积累功德分数的快速通道，而并非出于真正的慈悲心；吉祥物改运，购买和佩戴各种被认为能带来好运的物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造命的实践与民间流行的算卦等术数重新紧密结合起来，甚至被其吞没。人们不再相信通过改变自己可以改变命运，而是更相信通过某种外在的技术可以改变命运。那么了凡四训被异化的原因是什么呢？
首先就是民众的实用理性。普通民众对于高深的哲学思辨缺乏兴趣和认知能力，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困境，比如贫困、没有孩子、工作难找、仕途不顺等等。因此，任何理论一旦传入民间，都会经历一个实用性过滤，只保留其有什么用和怎么用的部分。第二个原因是商业利益的驱动，这种功利化的需求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命运产业。风水师、命理师、各种大师充当了改运中介，他们主动将造命说包装成一套套可以售卖的服务和产品，通过承诺具体的效果来吸引客户，从而完成了对理论的商品化改造。第三个原因就是认知上的捷径与慰藉。进行深刻的道德反省和持续的身心修炼是艰难而且痛苦的。相比之下，花钱做一场法事，请一个风水摆件，进行一次放生，显得简单、直接、容易操作。这种捷径为焦虑的现代人提供了及时性的心理慰藉和控制感。尽管可能是虚幻的，但是却符合人性的弱点。那么了凡四训在民间被异化的后果，就成了对造命说本身的背离和讽刺。一是强化了命运焦虑，这就是很讽刺的了。原本旨在打破宿命论的造命说，在异化后反而可能强化了人们对命运的焦虑。因为当改运失败时，人们不会归因于自己道德修养不足，而是会归因于功德不够或者法术不灵，从而陷入更深的焦虑和更疯狂的消费，形成恶性循环。二是可能导致了道德危机。当行善积德被异化为功利计算，其道德价值就被掏空了。一个人行善的动机可能不再纯粹，甚至可能出现了为了改运而作恶的扭曲现象，例如通过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来为自己积功德。第三是与儒家真精神的背离。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义勇，以及祸不苟免、福不幸取的坦荡，在异化的造命实践中荡然无存。他培养的不是坦荡的君子，而是精于计算的功利主义者。这与袁了凡以及儒家真正的命运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。因此，当我们评价了凡四训时，可以认为他精准地把握了造命说在哲学理论层面的精髓和价值，也就是试图统一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崇高努力。然而，理论的命运从来不止于书斋，当它流入社会，就必然会与人性、权力、经济利益发生碰撞，其最初的纯洁性也往往会在这种碰撞中被磨损、扭曲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才能更全面、更深刻地理解造命说乃至整个术数文化在中国社会中的真实角色。它既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，也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，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深刻地塑造着普通人的观念和行为。